最近呢，两条大新闻的是接连爆雷啊，一个是跑去英国那帮香港人 BNO 签证政策突然变卦，2万多人啊哭爹喊娘的要卷铺盖回流香港。另外一个更惨啊，就是那些变卖了京沪广深几千万房产啊，拖家带口的跑到日本去当这个下等公民的国内中产，被日本政府的3记闷棍敲碎了所谓的日本梦。英国那头吧，咱们聊过好多次了，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了。连那个以前在香港 TVB 啊当演员的林子博，最近都在这个网上哭诉啊，说自己啊被这个英国人摆了一道，他这个入籍考试都过了，正準備申請永居呢，現在傻眼啦！政府咁樣嘅，咪講好咗啲嘢，一班好安分守己嘅新移民嚟㗎啦，係嘛？咁所以就覺得唔係好公平。呢個意就係反口覆舌啦。咁係咪要拆散頭家呢？係嘛？假設如果真係英國政府唔信守承諾嘅話呢，就會同英國政府打官司嘅。連明星都搞不定啊，何況是那些普通老百姓。最新調查出來了，50歲以上的 BNO 持有者裡，有40%打算拍屁股走人。按17萬人算，光是明確表示要回流香港的就有2.1萬人，還有1萬多啊，說是要去別的國家。其實吧，也就是抹不開面子，在外面繞一圈呢，最後還得灰溜溜回國。這就叫什麼？這就叫把你騙進來，榨乾你的錢包，幹完最苦最累的活，然後再一腳把你踹出門。這就是昂撒人幾百年來祖傳的技能啊！哦，對了，跟英國人穿一條褲子的加拿大也沒閒着。加拿大那個針對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啊，現在變成了泰坦尼克號，申請嚴重積壓呀，80%要等到2027年以後才處理，最長呢甚至要等10年。哎，有那個功夫啊，孫子都打醬油了。你在那兒沒醫療沒福利，連個車牌都考不下來，你不回流，你等着被生吞活剝嗎？如果說已經的香港人啊，上前能買張機票回香港，那接下來說這幫人啊，那可真的是把自己逼上了絕路，那就是變賣家產跑去日本的國內精緻中產們。前幾年疫情的時候，網上那些個移民中介是怎麼忽悠的？哎呀，去日本好啊，文化相近，離家又近，只需要500萬日元，折合人民幣呢也就20-30萬。哎，你註冊個皮包公司啊，就能拿經營管理簽證，老婆孩子全帶過去，享受頂級日式素質教育，醫療全免費，看病不花錢。聽聽啊，多有誘惑力啊！對於那些啊在北京、上海有一套老破小，手裡面攥着個千把萬現金的小中產來說，這簡直就是天堂的召喚啊！於是乎，這幫人啊，一咬牙一跺腳啊，把這個國內1-2千萬的學區房給賣了，工作辭了，社保斷了，帶着全副身家，雄赳赳氣昂昂的跨過東海去了日本。結果呢，剛過去的時候吧，確實挺美的，櫻花看着，和牛吃着，朋友圈發着。可是好景不長啊，日本那個排外的右翼政府一上台，到了2026年，這個出入境管理廳直接掄起了3記大棒，劈頭蓋臉的砸起來了。第一，經營管理簽證門檻一夜之間啊暴漲6倍，從這個2025年10月開始，哎，你那個所謂的什麼投資門檻，直接從500萬日元飆升到了3000萬日元。而且啊，以前這個中介教你的那一套啊，搞個什麼虛擬辦公室啊，弄個皮包公司混簽證的套路啊，徹底玩不轉了呀。人家現在是強制要求你必須得租一個實體辦公室，必須得正兒八經的雇傭全職員工。你想想啊，你在這個日本人生地不熟的，本來呢就是靠買個小民宿開個奶茶店對付簽證的，哎，你一年能掙幾個錢啊？現在這個什麼房租人工一加上去，這哪兒開公司呀？這就是往富士山裡扔錢啊！一夜之間啊，多少家庭失去了續簽資格呀？投進去了幾百萬人民幣啊，連個響都沒聽見，全打了水漂。第二更絕啊，入籍和永居雙重超級加碼。以前是說熬個5年就能入籍，現在對不起啊，延至10年。你想拿永居？行啊，新增嚴格的日語審查。哎，你以為呢？你會說一句阿里嘎多就能過關？做夢去吧！人家對你的職業收入設了極其嚴苛的標準啊！
最可怕的是什么？哪怕你社保、税金、养老金断缴了1个月啊，哪怕你在街上乱停车，吃到了1张交通罚单，甚至是说你去这个医院看病啊，吐了一点医疗费，叮咚，对不起，申请直接被拒。这就好比啊，你小心翼翼伺候了日本爹5年，马上要继承正果了，结果因为不小心吐了口痰，前面的心血啊，全部一笔勾销。哎，就问你崩溃不崩溃？还有这第3，续签审查隐形收紧，手续费坐地起价。现在这个入管厅啊，搞了个什么叫综合评估的玩意儿。什么叫综合评估？这就跟咱们以前单位里搞的那种最终解释权一样，他说你行你就行，他说你业务不匹配，你直接卷铺盖走人。而且啊，你以前办个签证的手续费只要6000日元，现在直接给你翻脸，涨到3万到4万日元，连这个苍蝇腿上的肉他都要刮下一层来。只要你的材料有个微小的瑕疵，直接断送居留资格。这3棍子打下来啊，得帮国内去的中产彻底蒙圈了。退路哪有退路啊？国内的房子早都卖了，现在想买回来，对不起哦，你那个价钱啊，只能买个厕所了。在日本买那些忽悠人的破民宿啊、小商铺啊，现在打4折挂在网上，根本就没人接盘。这日本人多精啊，谁进这烂摊子啊？孩子呢，在这个日本啊，受了几年所谓的日式快乐教育，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了，现在带回国内，根本衔接不上咱们的基础教育，直接成了废品。人到中年，积蓄见底啊，当初给你拍胸脯打包票中介，早都微信拉黑注销跑路了。这帮人啊，现在呢就真成了挂在半空中的腊肉，留不下来也回不去了。网上闹得沸沸腾腾那个啊，深圳年薪100万大厂夫妻梦碎日本的新闻，这对夫妻啊，那在国内啊绝对是人中龙凤啊。2个人都是国内顶尖985高校毕业的，在这个深圳南山区那些互联网大厂里啊当高管，2个人加起来这个年薪是大几百万呀。平时出入都是那个高档写字楼。哎，有一年啊，2个人去这个日本旅了个游，哇塞，看那个红叶啊，看到枯山水啊，被那种所谓的什么匠人精神和慢节奏给洗脑了。一合计，咱们在国内太卷了，咱们也财富自由了，那干脆就辞职去日本呗，过动漫里那种神仙日子去。结果呢，落地东京啊还不到1年，这个神仙滤镜啊碎连渣都不剩了。首先就是这个生活成本啊，他们原本以为去这个日本能住上一大别墅，结果一看，好地段的房子啊，不仅租金跟深圳一样贵，而且人家还不愿意租给外国人。那费了9牛2虎之力呢，租了个小破屋，发现这个吃饭开销呢比国内翻了倍啊。在这个深圳的时候，家里面请个阿姨做饭打扫卫生，这1个月几千块钱就搞定了。在日本啊，家政服务贵得离谱，是国内的3倍都不止。逼得这个大厂女高管天天是下了班呢，还得自己系上围裙啊，刷马桶、除油烟机，生活质量那是断崖式下跌，办事效率啊，更是把这俩习惯了互联网速度的精英给折磨疯了。在国内啊，咱们是出门带个手机，办政务刷个脸，分分钟搞定。在日本，哎呦喂，去那个区域所办个事儿啊，满大厅的纸质表格，这工作人员啊拿个印章跟那儿慢条斯理的盖，连传真机这种老古董啊都在用。办个网线呢，能让你等1个月。你在那边急得跳脚，对方呢只会满脸堆笑给你鞠躬，死命马塞。这个鞠躬倒是极其标准啊，但是事情就是不办。后来这个妻子怀孕生了孩子了，他们就更绝望了。原本以为这个日本不卷呀，结果发现啊，日本的教育内卷那是骨灰级的，各种私塾啊、辅导班那是多如牛毛啊。为了考个好私立学校呢，孩子呢从幼儿园开始啊就要被逼着上各种特长班，那更别提那种深入骨髓的排外风气了。职场上的隐形天花板就不说了，你永远进不了他们的核心圈子。这校园里的霸凌，职场上的歧视，那是明目张胆的。你在这儿啊，就算你有钱，你也永远是一个不受待见的外人啊，你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没有。最后呢，这对夫妻啊实在是熬不住了，只能认栽啊，灰溜溜回了国。这个事儿吧，在网上一播，网友们都炸了，
大家这算是看明白了。你在这个国内觉得累，觉得卷，那是因为你身在这个高速运转、基建发达的庞大系统里啊，你享受着全世界最顶级的治安、最便捷的外卖、最发达的高铁。你一旦离开了这个系统，出国，那就是中产阶层向下坠落最快方式，没有之一。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啊，叫听其言观其行。咱们普通中产啊，往往只能看到中介发在朋友圈的滤镜，但是你得看看那些真正顶级的资本大佬，他们在干什么呀？就在2020年的2月26号，号称是要买下半个英国的李嘉诚家族，突然出手了。这李家把手里面持有的英国电网100%的股权全给卖了，一次性套现了超过1100亿港元。你琢磨琢磨这背后的意思啊！如果英国真的像中介吹的那么好，李嘉诚这种老狐狸能把这种下金蛋的母鸡给杀了卖肉吗？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连这位曾经重仓英国的首富都彻底看衰了英国的前景啊，认为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了呀，拿钱跑路了。而咱们那些轻信了海外乌托邦的普通中产们，却还在被那些无良的中介和公知们洗脑，傻乎乎的变卖了国内最优质的核心资产，上赶着跑去给人家接盘当韭菜，最后呢，被人家这个政策大棒一挥，连根拔起，血本无归。香港的2万多拿着宾欧去英国受气的人，好歹他们还有退路，香港还能接纳他们回来。可是跑去日本那些国内中产呢，卖了国内的房子，断了国内的根儿，在这个日本被人家3G 政策重磅打着晕头转向，进退两难。这真是应那句老话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非得被人家扒了一层皮才明白外面的月亮它从来就没有比咱们家门口圆过。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